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和许半夏相互成全。我以前对赵丽颖一直没什么感觉，主要是我不爱看古偶。而出了戏，赵丽颖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输出的人。早年她也参加过一些综艺。2015年，芒果搞过一个叫做《偶像来了》的节目，第一季请了林青霞这种重磅级人物。这里不得不感叹一句，虽然请来了神仙，但这个综艺节奏非常舒缓，一看就是内娱付的流油时候才会批的项目。那时候《花千骨》刚在湖南卫视播完，赵丽颖有了一点名气。一桌人吃饭，有主味，那就也有凑局的。赵丽颖明显就是那个湖南台想推她一把，所以喊她过来的。不过年纪资历尚浅的赵丽颖并不怎么会来事，她在这个节目里收获了一个绰号“赵小刀”，意思是刀子嘴，戳人心。举个例子，有一期大家都穿的美轮美奂参加晚宴，赵丽颖一边惊叹，一边扭头对谢娜说：“我每次都穿得不好看，幸好有你陪我。”谢娜对着镜头翻了个大的白眼。虽然综艺效果拉满，但这种低情商发言对于一个上升期艺人来说太招黑了。2020年，赵丽颖产后复出上了中餐厅做飞行嘉宾，因为疑似吃饭扒拉菜，被骂上了热搜。一时间，全网都在批评她没教养。然后她的出身又被翻了出来，农村来的，中专生，乡下人，大概是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抛头露面。赵丽颖后来极少上综艺，一年365天，300天都泡在剧组里拍戏。不得不提一句的是，虽然初出茅庐的赵丽颖在《偶像来了》里面使劲得罪了谢娜，但俩人关系倒是好了很多年。俩人互相认作大哥和二弟，风吹半夏热播，谢娜替他大张旗鼓的宣传。我对所有能够拥有静水流深的友谊的人，总是多一分好感。赵丽颖另一个被人诟病的点就是土，准确地说是出身低和气质土。她上非常近距离的时候坦诚过自己是农村人，小时候干农活，手常年黑乎乎的。李静接了句：“你看起来不像。”赵丽颖当年确实是没有风险意识，居然大喇喇地说。这话如果放在现实生活里，特别能理解，还会觉得特别真诚。但放在公开舆论场上，就成了黑料。出身农村还看不起农村人，成了赵丽颖的罪名之一。至于没有时尚感，倒不是尬黑，她小骨架，肩颈单薄，上镜还好，一旦处于秀场，头大身子小，容易变成棒棒糖。她当 DIOR 品牌那几年，留下了无数的黑图，以及那句著名的 What would you do for love？ 时尚硬件这件事确实看命。比如比姐就是轻轻松松能拿捏各种前卫造型，而赵丽颖哪怕拼命健身，改善体态，也吃不了时尚这口饭。但她自从加入李冰冰姐妹的合颂以后，好像有点被点拨到。李冰冰也不是时髦人，但映照在大花里也算是一等一。对于长相端庄的女明星来说，完全可以尝试质感路线。所以今年赵丽颖跟 L'Oreal Paris 合作了 Cocooning 系列，我觉得千帆过尽，沉静大气的 LP 反倒比花团锦簇的 Dior 更适合她。至于出身低微这个黑点，赵丽颖直到今天都没有摆脱。85花里跟北京大妞杨幂刘诗诗以及上海小囡唐嫣比，她确实是起点最低的那一个。说来好笑，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娱乐八卦大号盘点85花的状况，很多人居然齐齐怜悯赵丽颖，原因是觉得她原生家庭太差，没有安全感，没有退路，事业明显进入衰退期。在我这里几乎存在感为零的唐嫣，反而是被羡慕的对象，原因是父母宠爱，
又有好老公，又有钱，多么幸福完美的人生。看完最大的感想就是事业女性其实是极少数，大家其实打从心里不太在乎自我价值实现这件事。绝大多数女性心目中的幸福模板还是爸爸宠完，老公接着宠。而且我发现很多女性好像真的对钱跟社会地位这件事不太敏感，好像真的不太能理解这两样带来的巨大爽感，永远替其他女人在耿耿于怀，人生不够圆满。对不起，1个多月的闭关静养没有提高我的个人道德修为，我又要开始刻薄了。惋惜赵丽颖看着救命苦，没有家庭兜底的人，就跟替慈禧惋惜老公死太早一样，都属于没见识还闲的。包括赵丽颖跟冯绍峰离婚后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，公开说法是她经济状况比我好。我以为这就是女明星卖惨加客气一下的说法，那不然怎么讲？因为我在上升期常年拍戏，她反正也没什么工作，所以孩子跟着她好一点，这种实话说出来合适吗？结果一群人在那888吹冯绍峰家世，瞧不上赵丽颖收入的。到底啥豪门能看不上中国内地一线女星的年收入啊？03，产后复出一直是女明星的一道坎，尤其是古欧起家的85花们。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，少女的甜味注定减淡，拿什么转型呢？赵丽颖交出的答卷是有匪谁是凶手、幸福到万家以及风吹半夏，看得出来她一直在尝试转型。有匪是大女主武侠剧，凶手是悬疑题材，幸福则是主旋律。除了这2年最红的都市题材，赵丽颖几乎把热门题材碰了个遍，然后她拍板接了半夏。用主创团队的话来说，是她的存在让他们吃了定心丸。因为风吹半夏跟《爱的28定律》差不多时间开播，所以免不了被拿来比较。只能说2个人的选择都很聪明。对杨幂来说，表面律政剧、实际偶像剧的都市言情戏，拍起来既驾轻就熟，又能巩固美艳强势姐姐的人设，还有一大群人忙着扒她的剧内穿搭，更是坐实了带货女王的称号。对赵丽颖来说，年代剧确实比都市剧更适合她。如果硬凹都市剧里的女强人人设，搞不好就是下一个安迪。但她去演90年代生机勃勃的女老板就对了。04，风吹半夏是安奈小说《不得往生》改编的，本来叫野蛮生长，讲的是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刚刚确立，一个叫许半夏的女孩从收废钢起步，在男人扎堆的钢铁行业打拼，最终成为行业龙头的故事。一个偶像剧出身的流量女星转型演正剧，总是容易被挑剔的。但实话实说，这个角色我竟然想不出其他人来。樱桃的媚态里总带有一点凄楚，宋佳不够接地气，童瑶没有那种女老板身上的团团喜气。看来看去，只有赵丽颖最接得住这个角色。她被诟病的土放在90年代大波浪大红唇、一脸喜气洋洋的许半夏身上就恰到好处。她的长相不适合走时髦路线，但穿复古的90年代套装搭配夸张的大金耳环又刚好。包括她的脸，甜美、喜气，逢人3分笑，但眼睛里总带有一点戒备和心事，也是生意场上的女人的脸。当她夹着包，穿着高跟鞋和短裙，走得又妖娆又虎虎生风的时候，完全就是一个90年代的酷儿姐形象。05，连她的豁达跟通透都和许半夏一脉相承。风吹半夏是我今年最喜欢的一部国产剧，准确地说，我喜欢它的前半段，1990年至1999年。很多人怀念90年代，不一定是它有多好，而是那时候百废待兴，一切都有希望。所以风吹半夏里的主角也都有一种蓬勃感，遇苦不叫苦。其他电视剧里主角能挣扎痛苦很久的事儿，在他们这都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。
比如许半夏，名字就是一个悲剧，妈妈难产死了，爸爸记恨她，所以取名半夏生半夏，有毒。妈妈死后，爸爸又结婚了，四舍五入，女主算半个孤儿。这2年国产剧里女主角人均一个糟糕的原生家庭，说实话我有点怕了。我相信这剧情有普适性，但我作为观众，生活已经很烦躁，不想再替剧里的人烦躁了。没想到剧里把父女的那种隔阂感拍得很喜感。王劲松演爹，喊女儿苦儿姐，继母跟同父异母的妹妹既提防他，又为了钱必须要小心讨好他。许半夏每个月过去一趟，他们就像迎接领导考察一样，一边摆出虚伪的热情，一边跟领导汇报接下来有哪些重要项目等待资金上马。我最喜欢的一个细节是许半夏好不容易熬到刚嫁回暖，一下子成了富婆，她亲爹就带着妹妹来找她，一个手势，妹妹就开始载歌载舞的表演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。表演完毕，爸爸切入正题，妹妹需要一架钢琴，请苦儿姐提供支持。下一幕就是在琴店里，许半夏爽快地付完钱，问他爸，这个钢琴那么大，家里放得下吗？他爸说能放，实在不行就把2个屋子打通了放钢琴。许半夏突然说，哎，你不是说那个屋子是留给我的吗？他爸愣了，那一瞬间愧疚是有的，更多的是尴尬和恐惧，怕苦儿姐生气要把钢琴收回去。下一秒许半夏就笑了，说逗你玩的。我很喜欢这个细节，伤心是有的，但更多的是一种就这样吧，人总得缺点啥，爹不疼又怎么样呢？最重要是往前看的豁达。剧里的主角跟原生家庭都算不上亲厚，包括后来许半夏跟爸爸的和解，我也觉得是为了迎合当下观众，其实有点多余，但这种稍显冷淡，经常为了钱撕破脸的亲子关系，其实是很写实的。什么原生家庭的影响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其实是个新概念，更准确地说，是有了独生子女以后才有的概念。因为父母只有一个孩子，所以孩子天然认为父母应该无条件地爱自己。但在我爸妈那一代，也就是许半夏他们这一代，养孩子确实就是一种投资，家里起码4、5个孩子，或许只有1、2个能有受教育的机会，出息了的孩子就是要赡养父母，提携兄妹。父母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孩子回报，子女也不会期许得到父母无条件的爱。同样是安奈小说里的主人公，许半夏跟苏明玉截然不同，他更想得开，你可以说是史湘云式的性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，也可以说是一种生意人的务实。爹妈这种东西，人自己决定不了。对于自己决定不了的事情，就不要痛苦纠结太久。06赵丽颖本人也有那种一件事情搞得定就搞，搞不定就算的豁达感。无论是事业版图还是婚姻，也想过综艺表演两开花，但不行就算了；也认认真真挑选对象，步入过婚姻，但不行就算了。他是真的能让一切 let it go。你仔细复盘一下，圈内很少有离异夫妻像他俩那样真正一别两宽，再也不互相发黑通稿暗搓搓，这其实还挺难得的。07，我觉得整个剧一个很重要的优点是导演没有花1分钟来解释许半夏为什么会热衷钢铁，那么喜欢做生意，那么有事业心。以往女性总是在情爱上挫败后才开始绝情弃爱搞事业，而许半夏不是，她就是喜欢，只是一开始没人相信她走得远。同样的，起初85花里，赵丽颖是最不被看好的，觉得她形体很局促，长相又是甜美的娃娃脸，文化水平很有限，还出身普通甚至寒微。按照很多势利眼的说法，她这种明星最应该成名后尽情捞钱。但眼下看来，赵丽颖走了最难也是最宽阔的路。
不仅是许半夏励志，赵丽颖本身也足够励志。她至少证明了一件事：人的路径受很多天时地利的影响，但最终是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的。你能走到哪里，受很多条件制约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你想走到哪里。没有一双脚能走得比眼睛更远。